一个鱼塘如何能够做到1年挖3次，还次次漏水，并且东家还次次又叫你来挖？你们说，除了我陈师傅，还有谁能做到？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那挖机。大家都知道，我陈师傅挖鱼塘的技术是出了名的厉害。但是今天这个鱼塘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挖了2次，它还是漏水。因为这是1年之内东家第3次叫我了。说真的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所以啊，为了能够挖好这个鱼塘，我昨天啊还特意带着徒弟跑了一趟常德，向手师傅和棒师傅学习了一下挖鱼塘的技术。嘿嘿，从今往后，陈师傅挖的鱼塘啊，应该是再也不会漏水了。因为这里太窄了，挖机开过去就会压到奶奶的这块地。我给这个奶奶说了几句好话，跟她打了个招呼，她就让我开过来了。以前这个鱼塘啊，是去年夏天我给东家挖的，因为当时我采用了用草和泥巴做鱼塘堤坝的方法，结果这个鱼塘啊，基本上每天都要抽水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年底，东家把鱼抓了，又叫我来挖了一次，结果呢还是漏水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我们南方啊经常下雨，旁边别人的田和鱼塘都有水，唯独东家的鱼塘就没有水。你们就可想而知，这个鱼塘漏水有多么严重。这一次呢，是东家第3次叫我了。为了不让东家失望啊，我就特意跑到了常德，去手师傅和棒哥那里偷学了一点技术。他们2个就告诉我，鱼塘漏水啊，有2种方法可以解决。第一个方法就是把鱼塘原有的堤坝挖掉，然后再一层一层的把土扒紧，重新做一条堤坝。第二种方法就是呢，原有的老堤坝不挖，在堤坝的外面敷一层泥巴，里面也敷一层泥巴，这样就能够把漏水的地方堵住。因为重新做堤坝至少要1天才能够挖好，所以今天我采用的就是第2种方法，最多2个小时就能够挖好。你们说这个办法怎么样啊？这里挖到了一条泥鳅，嘿嘿，用挖机挖的泥鳅就是好吃，今天晚上又可以加餐了。我们把堤坝的里面和外面都堆了一层泥巴之后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就把这些泥巴全部扒紧。很多人都说我陈师傅挖的鱼塘不好看，那我就给它扫一扫，把表面给它扫光滑一点。你看，这样不就好看很多了吧？突然呢，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，用斗被这样烫一下，堤坝不就更好看了？嘿嘿嘿嘿，兄弟们，我真的是太聪明了，这样泥巴扒都不用扒了，直接这样烫一下就行了。刚好2个小时啊，你们看，这个鱼塘就被我挖好了，这下应该不会漏水了吧？要是还漏水的话，我就真的对不住东家了。东家就算再叫我来，我都没有脸面来了。这个挖机下来容易啊，开上去就难了。每次就差一点点能开上来的时候，结果它又滑下去了。刚好呢，又开始下雨了。要是再不开上来，等一下雨下大了，就更加开不上来了。最后爬了10多分钟，总算是把挖机开上来了。刚好2个小时就是360，加100的拖车就是460。我本以为就460，东家会一次性结给我，所以我就给他优惠10块，只收他450。结果东家呢就拿了200给我，他说还欠250。那个250就要等鱼塘不漏水才给我。那个鱼塘你千万不要漏水啊！问一下老铁们，你们觉得这个鱼塘还会不会漏水呢？要是还漏水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挖了。不想那么多了，管它漏不漏水。我们这里刚才不是挖了一条泥鳅吗？先把这条泥鳅回去煮着吃了再说。最后给大家对比一下，这是鱼塘没挖前的样子，这是陈师傅又给他挖了一次的样子。个人感觉挖了跟没挖一样。今天又是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带着泥鳅回到家里啊，就一条泥鳅肯定还不够塞牙缝。在自家的冰箱里面发现还有一些虾子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吃一个虾泥鳅。我呢，除了会开挖机，啥都不会，更不会煮饭菜了，所以这个炒菜呢，就只能交给我母亲了。先把虾子和泥鳅啊用水煮熟了一下，再放辣椒姜蒜炒。大家都知道的，我们湖南人特别吃辣，所以我母亲啊又放了一种辣椒在里面。终于煮熟了，肯定非常好吃。老铁们，我就开吃了啊！来，朋友圈先吃。妈呀，太香了！我感觉我能吃3碗饭。每次只要是挖机挖的东西，我都感觉非常好吃。不一会儿泥鳅和虾子全部被我吃完了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那挖机。接上一个视频，今天我们是挖这个鱼塘的第4天，现在整个鱼塘至少还有70%以上的淤泥没有清出来。前一天我们装了1天的淤泥，结果用车子拉出去一车，
回来的时候却还有8车在货箱里面。东家想了一个晚上，也没有想到泥巴怎么不粘货箱的办法。然而现在鱼塘也已经挖了3天了，不可能半途而废。然后他就在鱼塘的旁边跟一个邻居打了一个招呼，把鱼塘里的淤泥都用货车拉到他的土里面，这样货车只要拉几十米的距离，运费就低了。本来是40一车的，现在只要25一车了。虽然还是粘货箱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反正距离近又便宜，能够倒出多少就算多少。这个兄弟还没开始拉第1车，货车就卸住了，而且他的货箱里面还有昨天没有倒出来的8车土，他今天又拉到工地上面来了，所以就要先帮他把货箱清理干净才行，不清理干净的话，等一下装不了几斗就满了。另外一个货车司机他说他的货箱也要挖一下，快1个小时了，啥活也没干，就是在帮他们挖货箱。我都为东家感到心疼，所以我就为东家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首先到旁边挖点干土放到货箱里面，把整个货箱底部全部撒上一层，然后再去挖鱼塘里的泥巴，这样的话应该就不怎么粘货箱了。可没想到东家却不同意我的做法，他说我到外面挖这么多干土放在货箱里面，那鱼塘里的土每一车就只能出去2/3。他说这样的话还不如不管货箱里面扎不扎泥巴，反正也能够帮他倒出来这么多，还省去了这个挖干土的环节。所以他就跟我说货箱也不用挖了，就让我直接装车，把货车装得满满的，他们能够倒出多少就算多少。既然东家都说了这样的话，那我也只能听他的。这个蓝色的货车他趁东家不在现场，结果还没有装满他就跑了，旁边有4个大妈在那里叫他都叫不应。这个红色货车他货箱里面扎的泥巴就有一点离谱了，差不多凭着货箱的泥土全部没有倒出来。老铁们，你们帮我数一下，我就装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本来可以装20几斗的，结果8斗就装满了。我也真的是服了，你好歹也多倒出来一些土嘛，怎么可以拉一车出去回来2/3的？可能这个货车司机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回来的时候他就让我把货箱给他挖一下，然后我还是打算用一些干土垫到他货箱下面，这样货箱里的泥巴就能够多倒出来一点。只要他们自己不跑，我每一车都要给他们装得满满的。虽然东家跟我说不要我再挖货箱了，但是货箱里的土实在是越扎越多，所以不得不把扎在货箱里的土挖下来才行。一个上午过去了，2台挖机加3台货车，根本就没有产生什么效益，鱼塘里的泥巴还是有这么多。在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总结了一下经验，主要是这些泥巴它不干不湿，所以拿得倒出来。我们几个人商量过后，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干脆往这些泥巴里面加点水，这样泥巴就很稀，容易从货箱里面滑下来。想到这个办法，我们下午就先试一下，把这3个车子的货箱先全部给他们清理干净，再把搅拌好的稀泥巴装到货箱里面。不过装这种泥巴也有一个弊端，就是货车里面不能装太多，只能装一个平箱，装多了的话，只要稍微爬一点上坡就会从后面流下来。所以我们第1车就只装了一个平箱，让他先爬一下这个坡，看结果怎么样。看到他非常顺利的爬上去了，泥巴也没有掉出来，证明这个方法是行得通的。所以以后每一车就按照这个标准来装，泥巴也终于不扎货箱了，效率一下子就提高了不少。不过干着干着又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表弟从中间挖泥巴过来的距离越来越远，他那台挖机要转2次泥巴才能够转到我能够挖到的距离。东家就在想要把我下面那台小挖机退掉，搞一台大挖机过来甩泥巴，他说这样就挖得快一点。我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就有一点着急了，你们说我要想一个怎样的办法，东家才不会叫大挖机呢？今天干到这里就收工了，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一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